一个收缩的感觉。到这里啊，鼻头这边稍微变细一点啊，说明这个光呢沿着这个鼻子的形状产生了变化啊，这里收细一点。是不是挺好看的啊？妹妹有没有在发光？有没有发光的感觉？好，然后其实你看它的卧蚕这里也有一点点啊，一点点亮亮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细节笔刷，用细节笔刷啊，同样的颜色，在它的卧蚕这个下面，记得它要形成一条线啊，在这个卧蚕这里稍微也来一点点点缀，给它打亮一丢丢。好，把这两边稍微往两边晕染一下，带一带。眼皮这里啊，稍微晕染一下，往两边走一走。这个上面的这一小块给它形状收拾一下。下面的这个圆光斑，我觉得就这样处理就可以了，让它有一点点圆的感觉，又有一点点方向感。用涂抹笔刷啊，把它涂成一个有点方向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个效果啊，给这个光做点效果。这个效果呢，就像后面的这个光斑啊，像背景里面光斑这样做啊，我们复制一层，把这个光复制一层出来，然后把它先模糊一下，用模糊工具高斯模糊啊，先模糊个10%左右吧，模糊一下，然后再给它做一个泛光效果。做个泛光效果啊，先把泛光这个数值直接拉上去，然后呢调整它的尺寸，你想让它的光不要那么的大，精准一点你就收一点啊，把过渡拉小一点，它就会爆得更厉害。燃烧这边调一下，调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大的数值给它往回拉，你给它往回拉，它就会形成一个局部啊，中间更亮，然后旁边暗的感觉。那我们尝试啊，把这个过渡给它做小一点。把燃烧可以调大一点，过渡可以小一点，然后整个数值可以稍微小一点，就让它形成一个中间爆啊，亮的地方中间爆，然后旁边暗的这么一个效果。你看变成这样了啊。然后这一层大家可以调一下啊，什么把它变成亮光啊，或者是添加呀都可以。如果你把它改成添加模式，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爆的感觉更强烈，看到没有？添加模式啊，你自己可以看一下柔光、强光、亮光、线性光、点光。我觉得亮光和线性光就不错啊，添加有点太厉害了。当然它也是好看的啊，也是好看的，很有这种光的效果。如果我选用了添加模式，我会把它的不透明度降低一点，你看，它就会变成中间爆啊，
中间最实心的地方爆，然后旁边是虚的，也可以啊。试试这个线性光。那最后我选择添加模式吧，好吧，选择添加模式，然后把这个图层的不透明度往回拉一点。你看这两个图层啊，两个图层叠起来就变成这样的效果了。有没有感觉妹妹一下被照亮了，发光了，是吧？学会了吗？打光的画法。所以我们以后如果想要画那种有光影的感觉啊，这一张也有啊，这个它脖子上还有2点呢。这张它脖子上还有2点啊，我们可以在脖子上也画一点。脖子上这个就直接在这个图层上面画好了啊，直接在这个添加这个图层上面画。用这个铺色小牛，因为它是还用这个吧，铺色扇形。在这边画一点，然后在这里再画一点。如果你有耐心，你就重新做一下刚才的工作。如果没有耐心啊，如果不想再去，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比如说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它的边缘给它晕开，也可以啊，手动的造成这种旁边发光了，然后那个光晕开的这种感觉，也可以啊。然后你也可以用更浅一点点的颜色加深在这个光斑的中心，它就会变成中心亮，周围抱过去的这种感觉。用涂抹工具给它抹一抹啊，我喜欢把它的方向性给它画出来，但是还是有点方向的，这样也可以。好，下面我们来铺一下这个头发吧。如果今天有时间，我们就继续细化它的五官啊。我们先把这个头发给它铺了。头发如果是想画的，偏古风感觉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用那种类似水彩、水墨的画法啊，类似那种水彩啊、水墨的画法来画它，有点晕染的这种感觉。头发涂层在这里选中它，然后我们用一个带肌理的笔刷，我们可以用这个铺色剐蹭笔刷啊。铺色剐蹭笔刷在哪？在2022新春里面有一个剐蹭，看到了吗？能找到吗？用这个笔刷啊，剐蹭。好，吸一下这个头发的固有色，吸一下头发的固有色，然后给它加深一点点，我是把它往右下方走一点啊，带一点点颜色了，把这个蓝色的色相给它突出一点啊。好，然后呢，把这个笔刷缩小一点，我们把它铺在画面里面头发比较暗一点的地方。铺在哪里比较暗？像这种啊，我们不去做太细的那种，因为是黑发嘛，我们可以做一个朦胧一点的效果啊。哪些地方会比较暗一点呢？首先，这个发缝中央
对吧？分析它的这个头发的结构啊，分析它的头发结构。我把它的那张，这样也看不太清楚。哎，之前有同学共享的发的那张清楚一点的那个去哪了？这张也可以吧？啊，从这张看看它的头发的受光的情况，然后把它放在，你看这个发髻啊，每一个发髻的下半段，然后呢，这个带花的这个部分，像这个头发啊，发髻 AB 面，我们把它的反面全部都涂加深。这个反面是背面可以擦掉一点，这个地方可以给它擦掉，让它露出来，可以擦掉一点。好，把它画到反面。啊，它这里整个梳上去的，这个发缝啊，也给它画上。然后它的下面啊，下面这个小环环，啊这里耳朵后面的部分给它加深，脖子后面的部分也给它加深，然后直接把这个发髻啊，把这个发髻它是凸在前面嘛，所以用一个颜色区分它们俩，把这个块面给它分开。把背上把脸这地方加重。像这个啊，它这个剐蹭笔刷是带一点这种肌理感的，我们可以把笔刷放大一点，把笔刷放大一点，然后轻轻的把这个肌理感啊带到这个头发上面去，这样它就有一种水墨画呀，或者是水彩的这种肌理感。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加深一点啊，进一步把它加深。好，再把我们刚才做的那些暗部的局部的地方再继续加深一点啊，像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卡在，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是要画高光的，把它卡在高光的两侧，然后最暗的地方再加一点。那下面可以平涂啊，把笔刷放大一点，平涂，把肌理带进去，把高光的位置留出来。好，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啊，直接用涂抹工具，也用刚刚那个剐蹭笔刷，带肌理的啊，也用它去涂抹。这个时候轻一点啊，你抹重了就没了，那个肌理就没了。那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肌理感会被我们带出来。然后我在抹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是轻点啊，用这种点蹭的方法，
因为这个笔刷它的那个压感比较小啊，它的压感是比较小的，所以你下笔很轻，它也是效果很重。像这种压感小的笔刷，你用力就得更轻一点。像这样晕染，它就会有这种水墨的感觉啊。像它后面披发的部分，头发披下来的部分，我们可以用顺着它的肌理，用这种拖拽的方式去晕染它，这样头发就会显得像瀑布一样顺滑啊。顺着它的头发丝的方向。这些地方都可以给它带一带。这种头发的画法你们可以接受吧？这个不难吧？这个是不是不难？大面积的去晕染啊，就不用特意去分组了，就是画国风啊，我们画国风、画古风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啊，用这种方法画头发，就不用搞得那么的刻意啊，一定要去分组啊，去细化的那么的一缕一缕细化的那么的那个，搞得那么细。好，同样的啊，我们就可以多来几遍，啊。那这次我们可以再换一个有肌理的笔刷，我们看一下哪些笔刷还带肌理。你们有没有这个笔刷？有没有这个油画纹理笔刷？大家有吗？油画纹理，找到涂抹5，能不能找到这个笔刷？应该那个班主任也给大家共享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还用刚刚那个啊，你们就还用刚刚那个寡寸笔刷也可以再来一遍。OK， 有的话就找到这支啊，找到这个油画笔刷，我们用一个更深一点的颜色，我们再把它再次加深一点。这次我们还可以让它偏一点那个，把它的色相稍微，比如说往紫的方向再偏一点点啊。这个笔刷你放大，画上去你会发现它的肌理更重啊，它是一个重肌理的笔刷。我们把它画在那种你需要颜色更重的地方，把它放进去。加重它的肌理感。如果前面教你们画头发是虐纹的话，那这次就是爽纹啊。我觉得让你们先苦后甜，你们会更加的那个，会高兴一点。因为经过了前面那些的训练，你对于头发的这种明暗关系，对吧？哪个地方，去做一些这种基本的这个分组已经有了一些概念，这个时候再把难度降低，你可能画起来会更得心应手一些。在它的都不用全盘去加啊，局部的去加上这种肌理，锁住它。
好，然后同样的啊，也用这支，同样我们那个涂抹也用这支笔刷啊，用油画纹理，然后这个涂抹5用这个笔刷涂抹一下。这在北方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原汤化原石，你们听说过没？就是用这个笔刷画，就用这个笔刷涂，然后把这个肌理顺着它的来回啊，你可以从浅色往深色抹，也可以从深色往浅色抹，哎，顺着它的这个发丝的走向。然后这一层我建议大家不要叠的太满啊，要不然我们前面用那个剐蹭笔刷做的肌理就完全覆盖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脸还是挺细腻的啊，如果脸和头发过于割裂的话，两种完全不同的画风会显得很那个啊，会显得很突兀。所以这个肌理啊，我们就作为一个点缀，就不要到处都是，稍微克制一点哈，局部点缀一下就出现就好了。好，你看同样的啊，像这个呢，刘海的部分，我们锁住它，刘海的部分就用弱一点的啊，用弱一点的肌理，用这个剐蹭笔刷吸这些颜色给它过渡。先锁住，然后再把它的那个解锁解开，去过渡它。锁住是为了不让画到脸上啊，然后把这个锁解开，把它往上面过渡。好，涂抹工具也用这个剐蹭去涂抹啊。你看涂的时候又会把这个底色、头皮什么这种露出来，所以我们要那个缝缝补补，要去处理啊。每一步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要把它处理掉。你不能因为大家画画的时候，不能因为这个地方老师没做啊，那可能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得去把它解决。因为每个人在画画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你要学会发现你的问题，然后要解决你的问题。其实画画和干别的事情都一样，我们人生啊，学习不也是，对吧？工作不也是，都是在出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路上啊，永远都是在这个路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你的工作成果就会比别人好，不管是画画还是别的。有的同学能发现问题，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最悲催的是发现不了问题啊，最悲催的是连问题都发现不了，但是最痛苦的是发现了问题，但是没法解决。但这个是你要有这个解决的意识，你慢慢的训练自己然后等你做到能够发现问题，并且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阶段了。好，当然我们也不能这个头发呢有粗有细啊，我们也不能全篇都用这个方法去画，那样会显得跟我们的这个脸的部分会割裂啊。所以我们这个底子铺好之后，依然可以用之前的方法去把它的局部给它细化了。我们到这一步了铺了一个这样的底子之后，我们就可以用
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或者是用铺色小牛都可以啊。从铺色小牛开始吧，从粗到细啊，用铺色小牛。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线稿给它减弱一点啊，用铺色小牛就在哪一层？就在刘海层啊，就在刘海层漆这个头发的颜色，然后把它再加深一丢丢，往右下方走，然后去做一些这种层次的关系。啊，同样的，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节奏感啊，要有节奏感，我们就把脸周围的这个给它铺的细腻一点，其他的像这种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放掉。然后要学会，因为这一层在上面了啊，这一层在最上面，所以我们卡碧色的时候要避开耳朵啊这些地方啊。然后把这种结构，把这种有结构的地方给它区分出来。哎，他刚才一步直接给我撤回了，我的 iPad 经常这样啊。把这些把这些有结构的东西，上下呀、里外呀，给它强调一下。好，这里比较细，我们就用细节刻画笔刷去画它。包括这些地方啊，像额头这个地方你要修，可以直接在这层上修也行。好，外轮廓给它收拾的漂亮一点。但是大家画头发的外轮廓一定要记得啊，要飘逸，要松软。所以呢，首先我们画这个外轮廓啊，漂亮的外轮廓的时候，你首先不要选最深的颜色，要选一个淡一点的颜色。然后呢，用手劲要稍微轻一点啊，你才能够画出那种松散的飘逸的好看的这个头发。这些地方啊，也都是。那像这种地方，这个地方的头发丝的外轮廓，我就建议大家跟这个头发的跟这个头发自身的这个肌理啊去做一个呼应。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比如说我铅笔套装里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带肌理的啊，像我这个有2.2，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这个用一个重肌理的笔刷去试一下，用这种带肌理的，好，我把这个不透明度再降低一点。用这种带点肌理的笔刷去画这个外面的这种发丝，包括像这些地方啊，包括它的轮廓都可以这样去修一修。这个花，这个花在它后面啊，到时候可以给它擦掉也行。这种穿插，画不上去哦，橡皮。这种穿插的地方啊，大家可以最后再去慢慢的解决，建新的图层去把它解决掉。这个需要的是耐心。好，这些外层啊，这边先给它弱化掉吧，弱化掉，重新画。我画在了这个底下这层上面啊，我把上面这个也擦了。这个边缘头发丝我们就画在一层上面就好了，画在一层，这样好解决。好，用它就吸这个旁边的颜色啊，画出那种飘逸的头发丝。擦的不干净，先擦干净，再去画它。像这种古风的头发丝，我们可以画的稍微的直一点啊，不一定所有头发都得这样去弯啊，我们可以用直线条去画它，就比较中国风，比较像亚洲人的没有被烫过、没有被烫过卷过的头发啊，但是仍然啊可以，你看最外层我们用最细的笔刷去画它啊，里层我们可以粗一点。然后这种头发丝和头发丝交界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把它画的实一点，这样去画它啊。然后用这种带肌理的笔刷，强调一些它的在交汇的地方啊，画出这种粗细的